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F 少康战情室。咱们想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张启凯委员、赖世宝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刘彩薇议员。伊朗，哇，这个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上街头哈。那医院爆满哦，听说眼科医院里面都有几百个病人，怎么会眼科呢？子弹打到眼睛里面，要不然只要脑打到心脏、打到眼、打到腿上，散弹枪哈，所以有一个人腿上40颗子弹弹头哈。说医院的尸体堆接一个尸体接一个堆这么多哈，那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人说死200，有人说死500，有人说死2000了，哦，但是每天都在这个增加，而且呢，说已经抓了差不多这个将近2万人到了监狱里面去了哈，所以现在呢，这个他们说现场像噩梦一场哦，这个蛮惨的哈。那川普说呢，我已经准备好要协助渴求自由的伊朗人民想要自由哦，所以呢，你伊朗。如果你敢对民众这个打他们，我就打你们，就这个意思哈。那另外呢，这个德黑兰说你敢对我强硬哦，那我就呢这个会美国跟以色列都变成我的目标，我打以色列，同时你在中东很多美军基地啊，我就打他们哦。那我也讲过了哦，就美军的厉害就在斩首、突击行动，哇，快去快回，美军很厉害。打那个持久战就不行了哦，打久了就失劳兵疲了。那其实中东这些伊斯兰国家，它厉害的呢是搞那么9·11这种，给你私下给你干，那种明目张胆这种喊话说我要把你怎样呢？其实我认为不行，打不过美国哦。那反正大家现在为了自己的面子啊，为了政治理由，反正都各自在喊话嘛啊、哦。那非政府组织的 NGO 的这个资料呢，是说起码500人死了。超过1万人被抓起来哦。那另外呢，伊朗总统号召全国要游行替烈士哀悼3天，要抵抗美国跟以色列的侵略哦，就搞这种民粹主义了哈。那另外呢，川普有3种介入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加强伊朗网络反政府资讯的来源；第二个呢是部署网络的武器。来攻击伊朗的军方跟民间的网站，你看现在网络战哈。第3个呢，就是对伊朗跟他的军方实施制裁，哦，然后同时军事打击，是最厉害。其实伊朗所以这么惨，就是因为美国加强对他的制裁。美国在去年1月加强对他的制裁后呢，他的通货膨胀从31%升到超过50%，物价一直飞涨，所以老百姓苦不堪言哦。原来那个大家如果到过中东，知道它有很多那个市场叫巴扎。哦，巴扎这种市场呢，是主要的很大，那个好大一个那个市场，我们去都会逛嘛，哈，买东西啊等等哈，里面什么都有，应有尽有。那个是主要的它的商业的中心，所以那些巴扎商人是有钱的，以前是支持现在的革命政府。那这次呢，这些巴扎的商人呢，跟民众站在一起反政府，因为生活太苦了，生意做不好，物价太贵了哦，所以呢，经济上发生很大的问题。白宫突然发文宣布3件事：第一个，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第二个，愿上帝保佑美国。第3个，我们正要开始。哦，结果呢，这个附近的披萨店，哦，披萨大卖，卖的比平常多了很多倍哈、哦，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要打仗了哈、哦、？CNN 说，川普很认真的考虑军事干预，但是呢，并没有打算派地面部队，说还不会不派地面部队，但是可能会出兵，轰炸了等等哈、哦。那伊朗领袖已经打电话给川普了。就像哥伦比亚总统先打电话给川普，大家知道川普喜欢接电话，我打给你，说我们来谈啊，来谈啊，哦，川普就很高兴，他打电话给我了，他打电话给我了，所以川普说，我可以跟他见面呢，但是见面以前搞不好会先出兵啊，先轰炸你一下，给你一个下马威，看你怎样啊。那川普已经找马斯克都用星链，因为伊朗已经把所有的网络通通关闭了。哦，你没有网络，你彼此不要联络，想要什么，我们在哪里集结，通通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呢，动用了星链来做联系，我们看一下。大批抗议人潮聚集当街焚烧物品，窜出浓浓烈火，时不时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东部第2大城麦什赫德再度涌现反政府示威潮。
这场示威活动已经进入第15天，当地情势越演越烈。根据人权活动者通讯社提供的消息，目前已经有至少180个城市的居民走上街头。只是伊朗当局也加大镇压力道，已经造成538人死亡，当中490人是抗议民众，48名安全部队成员，更有超过16000人遭到拘留。Iranians tell CNN that an ongoing internet blackout and violent crackdown by security forces aren't stopping their demands for regime change. In fact, they say those measures are pushing even more people to the streets. 伊朗人向 CNN 表示，当地医院设施已经被死伤者淹没，甚至连停尸间都已经爆满。But we're looking at it very seriously. The military is looking at it, and we're looking at some very strong options.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川普周日受访时表示，正在考虑采取强硬手段，还说伊朗前一天已经捎来电话，想要与美国谈判。据川普也在真实社群上向伊朗人民喊话，表示随时准备好要提供协助。ישראל עוקבת בדריכות על הנעשה באיראן. הפגנות למען החירות התפשטו ברחבי המדינה. 美方官员其实也担心，若是美军出手空袭伊朗，轻则可能激起伊朗的爱国心，团结支持当权者，对示威产生了反效果；重则伊朗也可能展开军事报复。因此，川普现在也考虑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赖伟，这个看起来大家很关心呢，美国会不会出兵伊朗？那最新的报道是说，这个出兵的几率很高。那所谓的出兵，他刚刚有提到了，主持人提到了，出兵不等于他地面部队下去，他有轰炸的，有飞机来去炸一炸之类的。那这一次斩首啊、抓人啊都有可能了。对，会不会斩首要很灾呢？因为伊朗总统又跟他挂电话嘛，可是问题是在于说，他们的老百姓这么多人上街头，要什么？要生活好一点啊！现在的物价通膨到了50%以上，52% 吧。然后他的这个什么里亚尔的这个货币啊，就他的国币啊，这贬值多少？到了现在到了是138万换1块钱美金。那这个什么概念呢？2022年的时候，它是43万换1块钱美金，现在等于涨了3倍啊，涨了3倍。当然有人看你说基础怎么算，说过去1个月啊涨了呀不止3倍了，这个300倍了什么之类的哈，所以是看怎么算。所以人民的生活就过得非常不好，所以大家要上街的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联合国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对于伊朗的制裁是扩大制裁的，从武器禁运之后，然后开始其他的一个经贸也制裁等等的，进一步的限缩它的经济活动等等的，使得伊朗，其实伊朗你认真看这个国家，它在中东里面是很大的国家嘞。它人口8000多万，它土地面积蛮大的，它的石油的储量将近10% 哦，有8到9%，相当大的一个，所以它是一个石油的一个储国跟生产国，生产量因为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制裁，所以会少一点。可是它基本上来讲，它有能源啊，有 energy 啊，而且前一阵子不是美国很担心一件事情呢，它会不会发展核武？这个那时候弄老半天，好像说暂时不会，可是大家已经看到说，它应该一些设施都还存在的，所以对伊朗来讲，它不是一个弱国。我查了一下哦，它的如果算这个经济来讲的话，大概跟台湾差一点点，大概22名左右，那要22名左右。与军事来讲的话，你当然是跟美国差很多了。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说美国看到这个动乱。那我就想说，那跟我们下一题有关系的。委内瑞拉的时候，他斩首马杜罗的时候，大家都说，下一个是不是伊朗？结果伊朗自己先乱，让川普的理由更加的充分。所以一般认为，外媒都认为，这个川普这个去轰炸伊朗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川普现在很忙啦，那边搞了委内瑞拉还没搞定，还没搞完，哥伦比亚也是下一个目标。然后呢，接着格陵兰他也想要，现在一个伊朗又跑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忙碌，这个总统做的真的每天忙得要死那到底他会怎么样怎么去出兵了？出兵去伊朗会怎么出兵？现在不知道伊朗原来是很美丽的一个国家，非常好的，也是文明古国那这个观光啊什么以前都非常发达的，但是现在搞得非常乱大概也很难去了来，永平。伊朗的这个问题当然
他刚才大家都讲了随着美国对他的之前说他的那个铀浓缩呢距离发展这个核子弹只一步之遥，所以美国不是那个 B2 轰炸机去炸它吗？炸它了之后，对它的经济制裁又加大呢，所以这个是真正造成它恶性通膨的原因。所以美国说今天要去解救这批人，可是这批人的苦难呢，其实是你造成的。好，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军事镇压这些人无辜的惨死，这真的很可怜。可是问题是，现在美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直接过去掌控他的军事嘛？你如果没有办法把他的军权掌控了，你能怎么解决？因为伊朗现在军方并没有反军方并没有叛变那军方还牢牢在握的时候，现在他针对美国就说，你若来我就去轰炸你美军基地啊，美军基地也有很多啊，对不对？他不只是这个，你可以说他可能美国可以运用一些手段把他的那个飞航瘫痪，可是他也是有飞弹啊，他也是有他的相应的武器。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要去处理伊朗的问题，能不能像委内瑞拉？大家也不能认为说他委内瑞拉一个斩首行动成功，哇，他好像就无敌。当然现在呢，传出很多消息，好像美军真的什么神乎其神啊，说那个委内瑞拉马杜罗旁边的那个侍卫啊，都被他一种什么地下流鼻血、吐血、昏倒，对，都昏倒，都什么哇？这个我当时看这新闻，跟着好像打什么仗呢？科幻片成真一样。好啊，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如果你在伊朗再弄一次，大家可能就真的服气他。你有没有办法呢？一次性的把他的军队的这个军权掌控过来？如果没有办法，那个刚才赖委员说，现在美军的一些判断是说可能会轰炸，他不会派地面部队。问题是你炸了还是无辜百姓啊？对不对？那你定位在他的军事设施，那你到底有多少把握？那伊朗的这个反扑，还有伊朗不要忘了，他还支持了一些小弟在中东各地一些各种武装什么的。也就是说，伊朗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情况。那美国现在承受得住吗？好不好？到底会怎样？哇，这个披萨指数都增加了，表示国防部在那边筹划，看到底会怎样那下一个到底是哥伦比亚还是伊朗还是格陵兰美国国务卿这个礼拜就跟丹麦的总理会谈到底怎么样？欧盟现在全部要支持格陵兰了，哇，整个世界的形势非常的这个复杂，金价、黄金价格、白银价格今天早上又飙涨，续后再回来。川普的社群呢，自己说他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你看这是川普的社群，不是人家伪造他的他自己的社群媒体Donald Trump 然后呢叫做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这个 Acting 是什么？就是代理的意思。我们常常说一个经理不在 ，Acting Manager 就代理经理那就是实际上在负责的就 Acting 所以呢，川普已经把自己分为代理委内瑞拉总统，从任期什么时候开始呢 ？January 2026，2026 1月就开始代理了，就表示他已经全面接管委内瑞拉了那他说呢，说呢，一个任期一个又是开始的这个时间，一个是代理总统，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这委内瑞拉是我的啦。然后下一次会不会把那个格陵兰也说 acting 格陵兰的总督然后呢，这个哥伦比亚、这个伊朗，搞不好都 acting 了。大家不要笑，台湾要小心哪天他说 acting 台湾 president， 为什么？台积电是我的，通通由我掌控。看起来川普很疯狂，大家不要认为什么不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川普跟古巴讲了，你赶快妥协。你看到委内瑞拉状况没有？你不妥协，我告诉你，委内瑞拉这么多年来给你石油，没有啦，0不给你石油了。你现在古巴马上要通货膨胀了，你看看，古巴被美国经济制裁50年，那个卡斯楚之前那个领袖被他不知道暗杀了几十次、上百次，9命怪猫都没暗杀成功，各种暗杀，
家里包括他的管家去想办法去给他下毒，包括他的牙医在牙齿里面装那个什么银粉啊、假牙的时候，给他在里面给他下毒，居然都逃过一劫哦。那在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开放古巴可以开放观光，所以很多美国人到那个古巴去观光。那个时候，然后车子因为都不能进口，所以车子都非常老旧的车，但是喷得花花绿绿的，哇，搞得很鲜艳这样哈。所以古巴真是个很奇怪的这个国家，就在美国旁边。川普说：“你赶快妥协，你现在没有石油了，没有油了，看你怎么办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点名国务卿哦，让他去当古巴总统也不错。他自己变成委内瑞拉总统以后，他指派总督叫这个国务卿去当古巴的总统或总督也不错。那到处派人，哇，这些人同样是美国的部长，又是别的国家的领袖，好爽。美洲他变成美洲大帝，通然后通都被他呢，派。川普呢，这个要求谈判，古巴总统回呛说，为了保卫祖国统一，我要留到最后一滴血。嘴巴都这样讲，因为不能示弱，你示弱以后，你在国内怎么交代呢？一定要喊，包括委内瑞拉当这个总统说，来抓我啊，我有好几个地方啊，狡兔好几窟啊，而且我有一个安全屋啊，到时候锁在里面看你怎么办，哦，都这样说哈。伊朗现在也这样讲啊，古巴也这样讲啊，哦，然后美国的内政部长就说，我们把格陵兰买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易，而且呢，美国的北约司令说呢，中国跟俄国的船舰。通通在那边格陵兰附近，我们非要把格陵兰买下来不可。当时呢，这个200年以前用720万美金就买下了阿拉斯加，变成美国第49州。所以现在呢，我们用将近50亿、60亿买，比以前720万美金多了，还不卖给我们哦。那但是呢 ，Exxon Mobil 的这个公司呢说，委内瑞拉不能投资，因为呢，它里面的各种问题太多了。川普生气。是要把你们排除外面，你现在说你不能投资，到时候你想投资也不跟你去投资了。我把机会让给别人，看怎样哦。而且呢，现在呢说要中国远离美洲，中国不要觊觎美洲。为什么？因为以前美国根本看不起这些小非洲啊这些美洲、拉丁美洲，所以老共拿到政权以后，从1949年开始，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就是亚非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你美国不想要的，我去那边经营，我去那边，所以非洲在中国在那边影响力也很大，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影响也很大，他投资很多钱。现在川普美国生气了，都给我离开，不要到染指我的拉丁美洲。我们看一下，委内瑞拉周末出现大规模示威潮，痛批美国是帝国绑架者，并要求立刻释放马杜洛夫妇。Zamora, junto con Manuel Chávez, esperamos la pronta liberación del presidente Nicolás Maduro y de su esposa Cilia Flores.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也公开发声，强烈谴责美国，形容这是对委内瑞拉的犯罪侵略。Un territorio de paz. Desde acá nuevamente no vamos a dejar de condenar la agresión criminal contra el pueblo venezolano que ocurrió en la madrugada del 3 de enero del 2026。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逮捕马杜罗，军事手法现在一一曝光。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转发了一篇文章，一名自称效忠马杜罗的守卫声称，美军空袭委内瑞拉当晚，他正在站岗，不料雷达系统却瞬间瘫痪，下秒无人机如蜂群般出现，20名美军就这样垂降闯进基地。这些美军拿出一种特别的武器发动攻击，委内瑞拉士兵感受到一股强烈声波袭来，接着脑袋好像从里面爆炸了一样，全都开始流鼻血，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抗议者痛骂美国移民执法局艾斯探员，地点就在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大楼外，就连水泥路障都被写上脏话辱骂。就在马杜罗被逮捕满1周之际，力挺他的民兵团体集体组织传出展开报复行动，在路上设立路障，见到美国人就立刻抓走。美国国务院也敦促在伪公民赶快离境。来，季凯，赵大哥刚刚说这个川普啊很忙，他忙得乐在其中，对不对？看起来快乐得很，他现在快变成那个整个美洲大帝国的皇帝了，刚以前我们在讨论他什么，他要不要延任一任的这个美国总统，他现在不是，他直接去代理了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总统，而且任期是从最近开始的，1月份已经开始了，所以没什么延任的问题，他就一直当下去了嘛。连他的
卢比欧都可以去，可以去当古巴的这个总统。你看他这个整个是一把抓，而且他乐在其中，而且他都是现在进行式。格陵兰他已经开口了哦，他是用买的，一个人给你10万美金，他说这个很便宜的，60亿。所以你看北欧已经群起抗议了，他根本就不在乎啊，他必要的话连钱给你钱不要是吧？连武力可能都来。那刚刚讲伊朗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哦，伊朗是在去年的6月22号，美国就直接去轰炸去攻打他那个核设施，对不对？去年已经有那。攻打完之后，他还封锁你的同时，经济制裁导致今天伊朗就会这么惨。他现在那个整个通膨非常严重，整个的经济几乎是崩溃的状况之下，现在伊朗人民会怎么想？你美国说要去救他们，不就是你造成的吗？可是你看起来川普去打这个伊朗，看起来是势在必得。刚刚除了赵大哥讲的，旁边五角大厦这个披萨这个指示，等于说他们现在都在加班呐，而且他们在那个什么白宫还发表一个什么三件事，说要说什么。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看起来部队是要开动了，而且上帝也要保佑我们美国，而且我们财政要开始。他那个图里面还特别出现一个什么？川普去视察美军基地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捧着这个川普，然后基地马上要去动作。我刚才为什么讲看起来是可能会有动作？不止他去年就已经打，他是宿敌，他有3个大理由跟这个伊朗之间。第一个当然跟石油有关系嘛，这是为什么去打这个斩首委内瑞拉？他现在接管的不是什么，他代理这个总统而已的。他说石油我前面接管，所以现在最惨的是中国大陆，他买了多少石油，现在都出不去了，整个债权都被美国控制在手上，中国大陆是最惨的。那除了这个石油之外，你现在联想到的伊朗不就是也是石油吗？这是一个，对不对？第二个，他也帮了以色列啊。之前以色列跟伊朗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不就是力挺这个以色列的吗？第三个，它有核设施的问题，所以基于这3个理由，我看大概伊朗大概是跑不掉的。那我刚才讲，现在很严重的是什么？美国内部不是没有那个反川普跟反美那个情绪，很严重所以现在它是什么？内部开始有些动荡，可是它完全不管，然后对外造成整个地缘关系的，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已经在巨变的这个同时，台湾要非常这个小心。刚刚赵大哥有点开玩笑说，他已经讲好几次了。那个台积电是我们是偷我们的，你偷我们的啦，90几，现在90几%都要靠你啊！如果为了要维护这个安全的话，他说如果两岸真的是打起来有冲突的时候，哇，那都是对美国这个安全也是不利的啊。所以你要到我们这边投资，所以我们的政府在政府也讲了，台湾模式我们要把一部分的这个产能，至少有一半是把台积电一半产能，我们的半导体的产能有一半要先去那边所以他现在大家不要只有看到他对于那个什么伊朗的这个动作，对委内瑞拉动作，对古巴的这个动作什么，包括连他北边的那个加拿大现在都担心会不会搞成这个墨西哥、加拿大，对不对？这个同时我们自己要自保，那爱台湾那只要注意自己的地缘关系的变化，别人爱台湾，我们要想好自保，至少要把我们的台积电要保住。不过美国虽然一直打外面但他自己刚才讲，明尼苏达，全美国现在都在反这个移民执法局的这个到处来，因为以前是那个黑人被打，不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吗？记得吗？现在是白人被打死，一个年轻白人女子就被执法打死，全美国各地也在那边示威，所以川普他到了今年11月的期中选举，到底他共和党能不能赢，其实也蛮大的疑问来，采薇。我认为川普他自封为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然后被称为自己是代理总统，这就非常反映他还活在这个美国例外论的一个世界。那我认为这也非常川普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试想如果是中国大陆用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去处理某一个亚洲正在处于贪腐严重的一个国家，国际社会上可以接受吗？我认为美国的做法，它其实事实上就是给任何一个强权有一个跨越红线的一个机会跟空间。事实上，现在欧洲很多的国家碍于乌俄战争，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对美国有大肆的批评，甚至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就是骂声。但所以他们现在发出的一个声明，都是对于美国还有这个美国各打50大板。但其实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对于整个国际秩序是埋下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隐忧。而川普他标示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对美国进行一个实质接管，但是在国际政治当中其实释放一个极其危险、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那就是美国它不再尊重整个国际秩序了，不再尊重整个国际的一个体系，就是美国说了算，这种丛林法则事实上不是只有伤害敌人而已，而且也非常伤害整个国际秩序盟友之间的一个信任。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中国大陆他拿任何一个川普的说法、任何一个川普的做法来
对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我们真的不要去说国际社会，就想想亮君跟民进党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嘛。但很遗憾的是，今天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有各达50大板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但是赖清德呢，还是不断的在用民主盟友、民主价值，希望透过这一些示好来去跟美国加强这样的一个联系。最后我想说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都在不断瞬息万变的一个状况之下，但是赖清德还在把自己当作是井底之蛙，只会害了台湾。川普说什么国际组织、国际法我有我自己的道德，那这道德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也就罢了，那川普道德是什么呢？所以过去他的经验看起来，他那个道德，我看他不要，大家很难去依靠。不过这也给我们台湾一个想法了我们一直因为台湾只要被国际社会排斥嘛，一直想加入国际社会。美国是根本不要加入这个国际社会，66个已经退出了，66个里面有30几个是跟联合国有关的而且还在审查，还在看别的，他都想退出，根本不想参加。我美国独霸就好，参加什么国际社会啊？所以就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嘛。瑞士以前联合国一直要去参加，瑞士不参加了，后来前2年才勉强参加联合国，联合国瑞士都不想参加。美国现在要从各种国际组织退出来，所以这些国际组织有用还没用，到底干嘛？就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很想要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一点也不重要，让我去交钱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